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好久不见。我前一阵休了一个长假，来了一趟长途旅行。那回来之后，照例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我这次的旅行穿搭。我这次去了墨西哥城、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乌斯怀亚，还有南极几个地方纬度跨越非常大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年四季。那关注我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在微信朋友圈、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post 看到了我旅途中发的照片。那这期视频就再来和大家总结我这次的旅行穿搭，除了分享我喜欢的单品之外，也有这次的一些穿搭拍照经验的总结想来和大家分享。那我这次出门感冒了，嗓子到现在还没有恢复，还有点哑，但我想赶紧把这期视频录完，这样我就可以 unpack 把东西都收拾好。那我就马上开始吧。我想先来和大家分享我这次旅行中非常喜欢的好搭子，就是我这次用的登机包 Les Oleadas 的这款 Anywhere Any Duffel Bag。它作为我这次登机包非常的实用。那我们这次的行程有3周，又去了季节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带的行李还蛮多的。而且因为航班时间的安排，有时候想在机场换个衣服，或者在飞机上化个妆，那这个包就帮了我很大的忙。可以看到它很大，很能装，现在还是鼓的。这个是我最后一段飞机旅程上带的东西，还没有unpack，所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它的容量有多大。这边好几个化妆包，像这个是我在飞机上的化妆品，然后还有一包是护肤品，然后是平时经常带的一个化妆小包，然后这个包里之前装的是充电器什么的。这边还有一个 LV 的小包，这个是我登机之前没来得及把它放进箱子里，就先塞到这个包里了。然后还有我在飞机上必备的眼罩，这个眼罩我之前也和大家推荐过，巨好用，睡得特别好。然后还有耳机，还有这个是我上飞机之前戴的墨镜。然后这边是我在飞机上化妆用的这个，就是也跟大家推荐过夹头发的那个高颅顶神器，然后还有一个化妆用的镜子。它这里边有特别多的隔层，像这2样都属于易碎的，我就随身带在包里，就觉得比较安心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专门放水壶的一个隔层，还有在飞机上怕冷带了一条围巾。然后就是有好多零食，这个豆腐干儿，还有卤蛋，还有这个魔芋素毛肚，这个特别好吃。然后还有我必不可少的就是山楂，这个是里边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它外面还有好多夹层，比如前面这有一个带拉链的隔层，我是用来放护照的，它这儿有拉链，所以很安全。然后放在最外头，在 check in 安检登机的时候拿护照特别方便。那平时可以把这个护照放到里头，这还有一个带拉链的夹层，就更加的安全。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就是放手机的，刚刚好的一个位置，也可以把手机放到前面有拉链的那个兜里。这个包也有专门放电脑的夹层，因为我在飞机上不用电脑，所以我没有把电脑装进这个包里。这款包有3个尺寸，我选的是中号23寸的。其实入手之前我很担心这款包会不会太大，能不能当做登机包，就是除了随身带的那个小箱子之外，是不是还能再带这只包登机。我在入手之前还专门问了 ChatGPT， 他说这个尺寸可以，实践证明确实没问题。像刚才塞的那么满的一个状态下也可以登机，而且可以塞到经济舱座位的底下。然后这款包还有很方便的一点是背面这里还有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下面有一个拉链，把拉链拉上它就可以装东西。那如果把这个拉链打开的话，这里就是相通的，
就可以把这个包套在行李箱的拉杆上，就非常的方便。那我这次带的行李比较多，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到拉杆箱上用的。那如果你不需要或者不方便放在箱子上，它还有一个短的手柄可以手提，然后有2条长肩带，手提类的话也可以肩背。此外还有一条更长的肩带，把它拿掉了，加上那条更长肩带，一个是可以肩背，一个也可以斜挎。但我觉得这么大的包斜挎也不是很方便，最好用的还是把它放到行李箱上。而且这个包自重很轻，像我刚才装了那么多东西，装满了之后手拎也是完全 OK 的。它这个面料是防水的，包括拉链也是密闭防水的，而且这个面料很耐磨，底部还有2个皮垫。那我这次整趟旅行回来，我发现这个包完全没有一点磨损，还和新的一样，特别的耐用。我这次旅行带的是这个酷娃，很有旅行的 feel， 特别可爱。关键是它的这个太阳眼镜和这个包自带的红色挂件非常的配，然后这个包里边的红色也很好看，它还带了一个可拆卸的卡包，然后背面这儿还可以定制你的专属名牌，这里可以把你的名字 initials 印在上面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拆卸的，你定制完了之后就会送来这样一个名牌，然后插在这儿就是你的专属包包啦。总之这款包这次在我的旅途中真的是非常的实用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因为我们这次行李带的比较多，有时候打包来不及，怕行李超重或者装不下，都会转移到这个包里，它承担了很多容量和重量，非常方便实用。所以如果你也在找一款容量很大的登机包的话，就可以考虑这款，或者比如2-3天的短途旅行不想带行李箱，这个也能装很多东西。或者像去健身房要带换洗的衣服啊、毛巾，这个也是非常的好装。那这款包是欧莱雅达送给我的，但是我是真心觉得很好用，很推荐。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我还有一个折扣码可以用，我会放到下面的信息栏。然后进入到穿搭的部分，我们按照不同目的地、不同季节来说。首先是墨西哥城，我想先和大家分享我这次旅行总结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如果要拍照好看的话，最好还是穿浅色、亮色的衣服。其实这条原则可以贯穿整个旅行行程，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城市景观，环境它都会是有颜色的，而且往往是会比较复杂的背景。那在复杂背景下，如果穿深色的话，人很容易就被吃掉。那如果穿浅色，也不一定是那种很亮丽的色彩，其实像白色啊、米色啊、浅黄、浅蓝这种浅一点的颜色，人就会更加突出醒目。来看我这次在墨西哥城几天的穿搭，我先举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就是这件深棕色的防麂皮外套，是这款 Fabric 的，之前和大家分享过。我拿它当反面例子，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件衣服啊，我带出门旅行的都是精挑细选，非常喜欢的。这件从款式设计、版型还有这个面料来说，我都很喜欢，日常经常穿。但我这次发现它拍照就不是很理想，因为它的颜色有一点太深了。你比如说这个Frida 故居拍的这一张，背景颜色是非常鲜艳的，那我穿这件深色呢就显得不是很突出，幸好我里面搭配的是一件浅色的毛衣，还有一点亮点。或者这张吃饭的照片好像就是被淹没在人群里，就没有那么的醒目。浅蓝色的毛衣是 Lily Silk 的，你看把外套拿掉，里边的毛衣浅色的，马上人就亮起来了。相比而言，我这次带的另外这件 Cezanne 的麂皮外套拍照就更好看。这件之前和大家分享过，我很喜欢。那同样是棕色麂皮外套，这个棕色要更浅更亮一些，而且上面有白色花纹的装饰，所以穿这件拍照的效果就会更加的亮眼。那这件麂皮外套，我觉得它的款式也是很特别，很喜欢。这个麂皮的质感很好，但是麂皮就会比较娇气，下雨天不能穿。然后另外一天穿搭还是 Fabric 这一件深棕色的外套，里面搭配的是颜色比较深的一件针织衫。
那看着就更暗了。尤其是这组照片是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网红图书馆拍的，这个图书馆的风格非常的未来，有那种盗梦空间的感觉，它的背景也是非常的复杂，有很多线条，所以我穿这件深色的外套，感觉在照片里都找不到我了。想象如果我穿一个浅色的白色的，在照片里就会更加的醒目。就比如说我老公，他其实穿的很简单的，就是一件蓝色的帽衫，但是因为颜色更亮一点，所以在照片里就更容易能看到它。再比如做热气球的这一天，我穿的是加拿大鹅的这件浅黄色的外套，那在热气球的这个深色的框架里，我这个浅色的外套就会很突出，能看到我。包括热气球升空之后拍地面的画面，也是浅色就会更加的醒目。那加拿大鹅的这个外套，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，我非常喜欢，它是很轻、很软，也很保暖。我从纽约出发，穿的就是这一件，然后在做热气球的那天，因为是早上4、5点就要出门，清晨还挺凉的，穿这件温度刚刚好，而且它的版型也很可爱。这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起球，但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做完热气球去参观金字塔，我里边搭配的是 Reformation 的这一件黄色、蓝色条纹的针织衫，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很亮丽的，所以在金字塔那种偏黑灰色的背景下，我的人是会更突出的，而且这个蓝色和蓝天也有一个呼应。Reformation 的这一件配色我很喜欢，我觉得是很适合春天的一件，它的面料也是适合春天那种很轻薄的，也是很宽松的版型，所以即便在金字塔那边中午会很晒，穿它也不觉得热，因为它是蛮宽松还蛮透气的。那这一件呢，主要的问题也是特别容易起球，我觉得比加拿大鹅那件可能更容易起球，但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。这种比较长一点的毛衣，我还是建议大家把下摆拿出来，起码会显得更利落一些。我们平时穿这种毛衣，可能随便把毛衣下摆塞到裤子里一角，打造一个比例，也是比较随性的感觉。但是拍照的话，你这样随便一塞就非常容易翻车，照相角度找不好，毛衣那个线条支棱着就会很奇怪，很可怕。和这种宽松柔软的衣服相比，上镜还是那种比较合身有结构感的衣服，拍照要更好看，更显瘦，更显得人很精神。包括2件麂皮外套，我会更喜欢 Cezanne 这件比较合身的版型。 Fabric 这件其实它是蛮高级的一个廓形剪裁，但是拍照定格的话就有显胖的风险，不知道是衣服做的比较宽还是人比较宽。By the way， 我旅行很喜欢带 Cezanne 的衣服，平时穿衣服可能想简单低调一点，但是出去玩还是想有设计感， Cezanne 的衣服就特别的合适。像我在墨西哥城里面搭的这件白色条纹的针织衫，也是 Cezanne 的经典款了。这个浅色也是比较亮，然后这个版型也是蛮显瘦的，非常经典，很推荐的一件。然后还有其他一些 Cezanne 的新款，一会儿再来和大家介绍。然后来说去南极穿什么，南极最重要的就是保暖、防水、防风。那去南极旅行有一套固定的3层穿搭法则，最里面是贴身的保暖内衣，而且一定是吸汗透气的面料，因为我们去南极那边是夏天，其实没有那么冷。如果赶上晴天在雪地里徒步的话，其实走着走着还可能觉得热，那这个时候吸汗就很重要，否则一出汗反而觉得冷。那中间第2层呢，就是一个保暖层，可以穿一件摇粒绒或者一件毛衣都可以。那最外层就是防水防风的冲锋衣。那夏装也一样可以遵循这个3层穿衣法。那我觉得如果秋裤要足够保暖足够厚的话，再加一层防水裤就可以了，或者滑雪的那种既保暖又防水的裤子穿一条也可以了。那注意去南极的裤子一定要是完全防水的，是 waterproof， 不能是防泼水或者 water repellent 都不够，因为要做冲锋舟，在巡游或者去岸上登陆之前，在船上真的可能会溅上来很多水， stay dry 才能保持很舒适的一个状态。其实南极的这套穿衣法则不仅适用于南极这种小众旅行穿搭，冬天的滑雪活动也同样适用。
我这次在南极穿的是蕉下的这套高保暖的秋衣秋裤，之前和大家分享过，这套它是专门为运动设计的一个款式。你看它在不同部位是不同弹性的面料，它的这个面料还是有一定厚度的，它适合最低零下15度的气温，去南极非常足够了。但是它因为很紧身，所以穿上是完全不会显臃肿的，不会因为加这一层就显胖。而且它很紧身，但是活动起来呢又不会有束缚感。像这个上衣，它里边还是自带胸垫的，一个是不用再多穿一层内衣了，很方便。还有它这个胸垫再加上它整个很紧身，就像穿了一层运动的内衣，就会比普通的内衣要更适合运动。那这一套它的面料呢也是透气吸汗的，因为毕竟是专门为运动设计的嘛。那我在南极就穿这一套，尤其是裤子，穿这一条裤子再加一条防水裤，完全不觉得冷。所以这样内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，尤其适合冬天的运动，像徒步啊或者滑雪啊，穿它都特别合适。或者平时想穿的暖和点，穿这套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我这次带的裤子是 Arizia 出的一条防水的冲锋裤，我之前都不知道在 Arizia 还能买到这种款式，它也是这种 Gore-Tex 面料，就是完全防水的。这个面料和其他的户外品牌，比如始祖鸟用的面料是一样的，包括裤腿两侧的这个拉链也都是完全密闭防水的。Arizia 和始祖鸟相比呢，性价比就会高很多。我平时比较少接触这种户外运动品牌，还真不知道始祖鸟还蛮贵的，按 Arizia 这条价格就友好很多，而且这个面料就可以达到南极旅行的那个防水的要求，而且这个裤型就会更利落一点，不像那些滑雪裤有的外面一层防水，然后里边为了保暖有一层棉裤，穿上就显得很臃肿。那我这次里边穿蕉下的这条紧身的保暖秋裤，外面再套一条这个 Arizia 的，就是既保暖又防水，然后看着也很好看。然后中间保暖层我选的是蕉下的这件摇粒绒，它就是很保暖又合身的一件小外套。一开始我本来想选 Lululemon 那件摇粒绒，但是那件就是版型非常的宽松，我觉得作为中间保暖层的话，还是更合身的这个版型会比较好。蕉下的这件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摇粒绒外套，很暖和也很轻便，穿着很舒服。然后它是一个有一点小高领的设计，可以露出来，在那个冲锋衣里边也蛮好看的。然后我们在去南极之前，先在福克兰岛活动了一下，天气没有那么热，走着走着热了，把那个冲锋衣脱了，只穿这个摇粒绒的外套拍照也是很好看的。这个烟粉色也是蛮特别蛮有气质的颜色。最外面这件蓝色冲锋衣是邮轮统一发的，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好看，非常适合南极。那在南极这种冰天雪地浅色的背景下，肯定要穿这种亮色才好看。然后还有在南极的其他保暖装备，比如手套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是防水的。我戴的是蕉下的这副，它是双层的，外面是防水的，是这种并指的，也很暖和，然后里边是分指的，就是如果你需要操作手机相机啊，就可以只戴里边的这层，它是有防滑的，并且也可以戴着手套滑手机，而且有绳儿都拴在一起，不怕丢。这个手套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做冲锋舟的时候船一开起来，抓着缆绳会比较有安全感，溅上水也不怕，还非常的暖和。这个手套滑雪也特别好用，尤其这种并指的款式就特别适合滑雪。然后还带了蕉下的这个保暖的口罩，其实在岸上徒步的时候啊都不太需要，也没有那么的冷，但是做冲锋舟船一开起来，那个风再加上又下雨下冰，这个口罩就暖和很多。它里边是这种绒绒的，然后也很轻薄，我觉得在南极就不适合戴那种大
围巾，活动起来很不方便，然后溅上水也很麻烦。像这种口罩或者脖套就很好用，我是里边穿高领，然后再加这个口罩就暖和很多。然后毛线帽也是必备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格外喜欢买毛线帽，所以我选的是 Ariza 的这一顶。这个帽型好看，然后它的面料应该都是羊毛的吧，也是非常的柔软又暖和，关键这个颜色和冰川的颜色非常的搭。然后我还戴了一个耳罩，这个主要是负责拍照氛围感的神器，我在雪地徒步并没有戴它，这个戴上就是非常的可爱，也是冬日一个很实用的单品啦。我这个是 Zara 的，它虽然不是真毛的，但是戴上也是很暖和的。我在旅行之前也是试了好几个耳罩，综合下来我最喜欢 Zara 的这种，就是在发卡这儿也是这种毛毛的这个感觉，就比那种发卡没有毛的看上去要更可爱，更能营造一个高颅顶的感觉。这个 Zara 的耳罩已经卖完了，那大家在选耳罩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建议。然后我这次在南极的时候，主要穿了2件毛衣，都是很有冬日氛围感的。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来自 Zara 的滑雪系列，我非常喜欢这件，这个蓝色很干净，尤其和冰川在一起特别的搭。然后这个面料也不错，是20%的牦牛毛和80%的羊毛，所以也特别的暖和。然后它是一个立领，就是半高领，也不会吃脖子，然后这种麻花编织的设计就很有冬日的氛围感。而且它虽然有这种绞花针织，但因为不是特别的密，加上面料也没有非常的厚，所以也不会显胖。这件我特别喜欢，这个颜色款式适配很多场合，比如滑雪度假、周末休闲或者日常通勤穿它都可以。下面可以搭牛仔裤啊、白裤子或者棕色麂皮裙子啊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蛮百搭的一件，我非常喜欢，是很有高级感的一件 Zara。然后还有这件 Petit Studio 的费尔岛毛衣，它的花纹加牛角扣设计都非常的有冬日氛围感，而且这件的颜色也很素雅。这2件都是浅色亮色系的，所以拍照也很好看。那如果你不喜欢 Zara 这件半高领的设计， Petit Studio 的这件它是翻领的，就可以露出更多的脖子线条。那这2件就是我选了所有毛衣里边我觉得最有冬日氛围感的，带去南极。基本装备就是这些，登陆的鞋是传统一发的，然后在游轮上的其他时间就怎么舒服怎么穿。建议再带一双这种防滑的运动鞋，最好也是防水的。我这双是萨洛蒙的，就是 hiking 我都会选这双。那穿这种防滑的鞋子，在阳台或者甲板上就更安全。那也有很多小伙伴关心南极怎么去，我之后也会整理再出一期南极旅行攻略的视频，把我的经验还有一定要避的雷都和大家分享。那感兴趣的话，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然后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国家阿根廷，我去了2个城市，一个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，这里是去南极的一个主要出发港。那虽然季节上是夏天，但因为毕竟比较靠南，所以还是会有点凉的。那在乌斯怀亚，我主要穿的就是蕉下的这件2件套的冲锋衣，之前在视频里也和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。它外面是一件防水防风的冲锋衣，然后里边是一件很轻薄的气绒服，就是那种小棉服。然后这2件是可以通过拉链拉在一起，也可以拆卸下来分别单穿的。那这个款式就出现在我很多的旅行穿搭中，因为它非常的实用，特别是那些旅行目的地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有一点冷，但是我对温度又拿不准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带这件，就很安心。在我来看，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件。像我们在乌斯怀亚坐那个游船，一开始船开起来有风还有点凉，我就穿了这2件。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，然后上岛走了一会儿又觉得热，我就把里边的这件小棉服脱了，只穿外面的这件挡风的冲锋衣也很够用了。
然后它还戴一个帽子，就是既可以防风，前面的帽檐儿也可以防晒，非常实用的一件。内搭的这件条纹衫是 COS 的，我出门旅行总是喜欢带一件这种基础的条纹衫，就非常的好搭配。而且这件 COS 特别的舒服，它是有机棉的，比普通的纯棉要更加的柔软亲肤。所以这件我这次旅程穿的非常多，比如坐飞机穿它很舒服，在游轮也经常穿。然后这个款式呢，就是那种运动休闲风，但是配色呢又是蛮时髦的。同样是运动休闲风穿的比较多的，还有 Alo Yoga 的这一条裤子，它是比较薄的一条运动裤。这个是 Alo 的一条神裤，就是裤型比较宽松，穿上是蛮显瘦的。关键它这个裤子的面料比较薄，穿着也是很舒服，也是我坐飞机还有在游轮上穿的比较多的，很适合搭配运动鞋的一个运动休闲的款式。最后一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，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。然后在这里也有我这次旅行最喜欢的一套穿搭，都来自 Cézanne， 又是这种浅色的大色块，拍照就非常的好看。再加上这双红色的芭蕾舞鞋，有一个很亮眼的点缀，这一套3件单品我都非常推荐。这件蕾丝上衣是 Cézanne 今年春季的新款，我非常喜欢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天穿这件稍微有一点热，因为毕竟是夏天，那这件是个长袖，但因为它全部都是蕾丝镂空的，所以比较透气，就还好，没有那么的热。那这一件的蕾丝是有一定厚度的，这个质感非常的好。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件的大领口，非常的显瘦。我在之前的旅行穿搭总结视频里也和大家提到过，尤其是夏天还是要多增加一些露肤度才更显瘦。像这种大领口啊，或者多露一些肩膀、胳膊，反而是更显瘦的。你看这件蕾丝的上衣和我带去的另外一件也是 Cézanne 的这种普通款式的衬衫相比，这个大领口明显要显瘦很多。这件就是特别精致又浪漫的风格，上身效果很好，质感也很好，我非常喜欢，非常推荐。下面搭配的这条牛仔半裙来自 Cézanne， 我非常喜欢，之前在视频里已经和大家推荐过了，它非常的好搭配，而且这种款式也是旅行穿搭中不会出错的，就是这种高腰的长线条的夏装。像这种长度的裙子，无论半裙也好还是连衣裙，都有拉长身形的作用，很容易显高显瘦。而且这个长度的裙子还可以盖住腿部不完美的线条，活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，是我旅行非常喜欢穿的单品。特别是这个半裙呢，它还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比例，就更容易显高显瘦，穿出来效果特别好。这条牛仔半裙前面是纽扣的设计，裙摆这儿有一点开叉，走路时可以若隐若现，腿部线条也是更轻盈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条裙子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，当然在特别热的盛夏穿它可能有一点厚，但不是特别热的话，我觉得一年四季它都很好搭配。之前在视频里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，我非常喜欢，再次推荐。我这次带的夏装都是线条比较利落的，比如 Zara 的这条直筒的牛仔裤，然后还有 Zara 这条长裙，都是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比例。然后还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穿的这一套，也是巨显高显腿长 T 恤，是 Cézanne 的一个旧款，然后裤子是优衣库的一个旧款，垂坠感特别好，然后再搭配 Hogan 的这双厚底的小白鞋，就巨显腿长，真的是我旅行最喜欢的一款鞋子，带上它才觉得安心，不知道搭什么的时候搭它准没错，然后每次穿它拍照的效果都非常的好。我之前穿的是黑色鞋带那款，已经被我穿烂了，这次带的是比较新的这双棕色鞋带的，也很好搭配。我之前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，也有很多小伙伴跟着买都说很喜欢。如果你还没买的话，我会再次强烈安利买吧，不会后悔的。它就是又好走又好看，这个厚底其实很轻很好走，然后对于小个子来说可以增高
拍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，然后这个小白鞋也是非常的百搭。其实我这次已经有意识的少拿它做一些搭配，因为我觉得老拿这一双鞋搭也太没有意思了吧。不光是旅行，我平时穿这款鞋也是特别的多，所以其实我有意识的少做一些搭配，给其他鞋一些机会。但其实这还是我最推荐的一双旅行的鞋子。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这个尺码怎么选，综合大家的反馈意见，我推荐这双鞋买小半码。我自己的这2双都是正码的，它确实是有一点大，有一点不跟脚，但是运动鞋的话，我觉得稍微大一点也无妨。但如果要更合适一点的话，还是建议小半码。然后我这次旅行还特别喜欢的是 Cézanne 的这双红色芭蕾舞鞋，它比我想象的要更好穿，更好走。首先穿搭里出现一双红色的鞋子就很亮眼，很好看。这个皮质是很柔软的，然后这个鞋型也是比较宽松的，特别适合宽脚。我穿这双鞋还是蛮空空荡荡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瘦脚的即视感。当然，如果你本身是瘦脚的话，这双鞋可能对你来说会有点太肥了，但是宽脚表示非常的喜欢，穿上完全没有磨脚的问题，它的皮质也很柔软，还是蛮好走的。我穿它走个大半天是 OK 的，当然它肯定没有运动鞋那么适合暴走。那如果你这一天的行程预计不会走那么多的路，然后又想拍照好看的话，就可以选这双，效果非常的好，当然也很适合日常。那这双鞋我当时和大家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卖的非常好，就全部的断码。那现在我看尺码补的已经很齐了，如果之前你错过的话，可以趁现在入手。主要推荐的单品和穿搭就是这些啦，最后再来快速说一下我这次带的几只包包，还有带的比较多的首饰。首先是 LV 的这个小牛仔包，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小包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背它比较多，然后在游轮上用它比较多，去吃个饭溜达一下，带着这个小包就很方便，这个我很喜欢。然后还有 Theroux 的这款保龄球包，这个是我去年才刚刚入手的，是我的新欢，所以这次也带着它了。它就是很简约的包型，很随性的感觉，而且这个羊皮的手感真的非常舒服，每次摸它都是一种享受。而且虽然是羊皮，我这次玩一圈回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划痕或者磨损，所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娇气，而且它的大小比较实用一些，不像这个 LV 的小包，我很多东西需要老公帮我背着，那这个呢装的东西就更多，但是要注意它装东西比较多比较重的时候，因为它是细肩带的，背在肩膀上就没有那么的舒服，但是手拎也是好看的，很多时候我是直接手拎这只包包。然后它的包型呢就非常的简单，虽然是深色，但其实夏天搭配浅色的衣服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还有 Miu Miu 的这款包，我觉得它和Theroux 这款相比，我会更喜欢 Theroux， 一个是更实用，再有就是 Theroux 这款，我现在里边有放一些填充，就是它本身的包身呢是特别柔软随性的感觉，就会比 Miu Miu 的这个方方正正的要更好搭配。最后就是这次旅途中我的利用率比较高的首饰，主要就是2副圆圈耳环，一金一银，金色的这副是 Missoma 的。它的亮感比较大，更适合秋冬搭配暖色系的衣服。我在墨西哥城带这副比较多，它就是存在感比较强，因为我经常穿很多衣服在领子这儿，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装饰了，那么我就喜欢带亮感比较大一点的耳环作为一个装饰，就不带项链了。然后另外一副银色的是 Suie 的这副圆圈耳环，它还是很简单，亮感更小一点，但是又不失设计感，上面是蛮亮的这副。那这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戴很清爽，其实在游轮上戴它特别多，就是每天打扮的很简单，就随便戴这样一副耳环。像这种圆圈耳环就是我无论日常还是出去玩戴的都比较多的。然后我最近还很喜欢戴何方的这枚流星戒指，因为和我这次做的
指甲特别配，是很浪漫的感觉。以上就是我这次旅行穿搭的总结分享啦，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，给我点个赞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你有哪些旅行穿搭的心得和技巧。那接下来我还想做一期这次旅行中用到的好用的护肤品、彩妆品的总结。那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